小伙伴，如果你在德国找工作，10万的 offer 最让人有安全感。大家都知道，医疗行业那是出了名的抗周期，对吧？不管经济怎么拉垮，生老病死的刚需永远都在。那如果现在有这么一家实体药企，它就在德国制造业大本营巴伐利亚州，配备现代化生产线，身后还有跨国资本背景，给员工签的还是我们华人最眼馋的无限期合同，这配置在很多眼里是不是基本上等于半个铁饭碗了？但就在这几天，极其魔幻的一幕发生了，就是这么一家有着300多个员工的德国药厂，员工每天还在按时打卡上班，全球业务也都还在运转。结果月底发薪日，员工一查自己的银行账号，嘿，工资怎么没发？这不是什么皮包公司跑路，也不是产品被淘汰。今天小雨就带大家拆解一下一家还在运转的德国实体工厂是怎么被几千公里外的地缘政治直接给活活憋死的。出事的这家药厂你可能也听过名字，叫 R-Pharm Germany， 它是俄罗斯制药巨头在德国的子公司，目前已经向法院申请了临时破产程序。既然是跨国巨头的亲儿子，按理说背靠大树好乘凉的，账上怎么会连给员工发工资的钱都没有呢？目前外界普遍提到的原因，压根就不是简单的产品卖不动了，而是4个字：资金受阻。简单来说，就是莫斯科总部的钱好像过不来了。听到这里，很多懂行的小伙伴肯定立刻就纳闷了，不对啊，医疗相关产品不都有一定的豁免机制吗？只要你还在正常造药，这钱怎么会汇不过来呢？答案就藏在现在的宏观大环境里。就算你的产品能豁免，但帮你汇钱的跨国金融结算通道，现在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危雷区，上面压着欧盟制裁，俄方还在搞反制，帮你跑腿的银行和合作方更是一个比一个怂。他们不是胆小，是算过账了。审核一笔俄罗斯背景的汇款，万一出了纰漏，等着他的是几十亿美金的天价罚单，甚至直接被踢出全球结算系统。你说他还敢碰吗？而且工会那边也没有藏着掖着，直接把底牌亮出来了。莫斯科总部和德国工厂中间的那根输血管几乎已经停滞了，跨国资金流一旦停滞，企业空有设备，空有产能，这就成了一个物理上的死局。在德国打工的小伙伴代入一下，你跑去问 HR， 还工资怎么没到？ HR 一脸苦瓜，不是公司没钱，是那笔钱根本过不来。你说这事儿搁在谁身上不懵？现在这家公司还在满世界找投资人接盘，但是底下那300个打工人天已经塌了。你想，大佬们坐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室里谈的都是宏观战略，可是普通打工人每天一睁眼面对的是什么？是雷打不动的 Warmmiete， 是每个月的房贷，是奔驰宝马的 leasing， 是暴涨的超市物价。现金流一段，宏观叙事立马就变成了你家餐桌上的生存危机。地缘政治可以扯皮好几年，但你的房东和银行连1个月的宽限期都不会给你。到了这一步，员工们就只能原地等死吗？这就必须聊聊德国这套复杂的社会制度了。目前公开信息显示，临时破产管理人正在满头大汗地推进一项机制，叫 Insolvenzgeldvorfinanzierung， 来保障员工的收入。第一次看到这个单词的小伙伴可能以为是哪个德国人的脸啪在键盘上睡着了，歪打正着整出来的，但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超级急救包。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每个月拿到工资单的时候，是不是看到有一笔叫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的钱被硬生生扣走？平时看着贼肉疼，对吧？其实这笔钱就是全德国打工人一起凑出来的急救包。现在企业资金通道被制裁卡死了，发不出钱了，国家就会依法把这个急救包打开。老板没钱发，国家先来垫，联邦劳动局会通过 Insolvenzgeld 机制，把破产前最后3个月的工资先打给员工，保住员工不断粮。但你以为国家是在无底线做慈善吗？并没有啊，这里面有一个极其精明的硬核法律机制，叫债权法定转移 Forderungsübergang， 意思就是你只要领了这个急救包，你向老板讨薪的权利就瞬间移交给了德国劳动局，以后就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去跟破产法庭慢慢算账，查封变卖资产。说白了就是国家先拿钱把摊子撑住。你想啊，这300个员工要是一断粮，不仅是房东收不到租，银行多出很多坏账，连镇上的超市、餐厅各种大大小小的生意全都得跟着喝西北风。所以国家赶紧跑出来垫钱，说白了就是花钱掐断这根连环爆雷的导火索，怕这一家厂子把当地的饭碗全给砸了。理顺了这个逻辑，大家再回头品一品这件事情最魔幻的地方，惹出资金断裂麻烦的是国际政治和跨国制裁，但在底下掏钱兜底维持稳定的却是德国本土的公共保障体系。如果你觉得反正我不会去这种带俄资背景的公司，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啊，数字不会撒谎。我们来看看德国联邦统计局甩出来的数据。2025年
德国企业破产申请达到了惊人的24064起，你要是一天处理一家，得忙68年。今天的德国实体企业，左边面临全球高昂的能源成本，右边面临着彻底乱套的供应链，头顶上还压着严苛的环保法案。实体企业本来就活得像是在走钢丝，结果像 R-Farm 这样，还有莫名其妙挨一记地缘政治的铁拳。今天倒霉的是一家被资金卡住的药厂，那明天呢？搞不好就是哪家老牌汽车配件厂被关税一棒子给打趴下。今天的影片绝对不是要去评价大国博弈的对错，就是下次你刷到制裁加码、资金流停滞这种词的时候，可以停1秒钟想一想，有多少打工人又要苦苦等待那笔发不出来的工资了。当大国博弈的成本不断往下传，每次都要靠本土纳税人凑出来的那个急救包去兜底，这套机制到底还能撑多久？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